印尼美女回家途中惨遭5米食人巨蟒活活缠死吞食，第二天剖开蛇腹后发现完整遗体，全村陷入恐慌。据讯报报道，印度尼西亚一名叫瓦蒂亚的女子在自家菜园里被一条长达6米的巨蟒袭击，这起事件异常残忍。当她的遗体从怪物体内被剖取出来的照片曝光时，她仍然穿着拖鞋，身穿红色上衣，这一画面震惊了无数人。此后，印度尼西亚各地陆续曝光出更多蟒蛇袭击人类的案例。显然，在这个国家，体型巨大、近乎怪物般的蟒蛇已经成了一种严重隐患。2024年6月8日，45岁的法丽塔外出售卖辣椒。他种植辣椒已有多年，所有辣椒都来自自家菜园，通常每周会在街角市场出售一次。但那天星期四，法丽塔准备把辣椒直接卖给一位收购商，无论是厨师还是园艺爱好者，都愿意为稀有辣椒品种支付高价。这位4个孩子的母亲一生都在种植各种辣椒，就像她的母亲一样，她的辣椒在当地早已小有名气，甚至还通过网络将种子卖给海外的收藏者。当她告诉丈夫自己要出门时，她原本以为他会整个下午都不在家。她很清楚妻子对园艺的热情，一旦和另一位种植者聊起天来，话题往往会从土壤酸碱度、灌溉时间表一直聊到天黑，诸如此类的话题，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。园艺爱好者一旦聊开，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。她的丈夫对此心知肚明，于是答应在她外出期间照顾孩子，并提前准备晚餐。法丽塔装好一箱用于交换的样品，把手提包挎在肩上，走出了家门。那是她的孩子和丈夫最后一次见到她。法丽塔步行了将近3英里，来到收购商的住处。正如她丈夫预料的那样，两人整个下午都兴致勃勃地交谈着，交换种子和新鲜辣椒。离开时，双方手里都拿着足以再种好几盆的新样品，甚至多到法丽塔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傍晚时分，她沿着繁忙的主干道慢慢走着，怀里的箱子被辣椒塞得满满当当，脑海里全是这些新生命该如何在自家后院安置。她拐进了一条远离商铺的安静小路，进入住宅区。此时，他距离家还有4个街区，长时间步行让他的双腿开始发酸，于是他在路边坐了下来。那里正好有一小片野生生长的树木和灌木，夹杂在民宅之间。在印度尼西亚的城镇里，这样的地方并不少见，丛林与人类文明在此交错交界。法丽塔只是想坐下来喘口气，他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呼吸着。他并不知道，就在他身后不远处，那片被高草与蕨类植物遮蔽的阴影中，一条体长接近5米的巨型蟒蛇早已潜伏多时，正悄无声息地搜寻着猎物。它的身体紧贴地面，鳞片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与环境融为一体，冰冷的树丛始终锁定着它的背影。就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一切已经结束了。当他的脚步停止，体温与气味在空气中短暂凝固的瞬间，蟒蛇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攻击。下一秒，他那庞大的身躯猛然弹射而出，借助身体下半段强有力的蹬地，巨蟒几乎像被抛射出去一般，从草丛中飞了出来，速度快到超越人的反应本能。巨大的蛇口在空中张开，森白的獠牙闪过一道寒光，瞬间咬住了法丽塔的脸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那条粗壮如树干般的蛇身猛然甩动，尾部像失控的弹簧般横扫而来，重重缠上了他的身体。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他的上半身便被完全包裹，整个人被拖入一团不断收紧的死亡绞索之中。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快到根本来不及恐惧。尖锐而坚硬的牙齿深深刺入他的脖颈与脸颊。与毒蛇不同，蟒蛇的牙齿并非中空，却坚硬得如同钢钉，专为抓住并固定猎物而生。那股冲击力直接震裂了法丽塔口中的多颗牙齿，蛇的下颌狠狠咬合，撕裂了他的耳朵，獠牙一路向下嵌入头骨下方，深深扎进颈部。法丽塔没有任何机会。前一秒他还坐在路边闭着眼呼吸着空气，下一秒法丽塔整个人就被一股原始、冷酷、不可抗拒的力量彻底吞没。即便她的半张脸没有被那张巨口完全包住，那恐怖的缠绕也已经足够致命。蛇身收紧的瞬间，法丽塔胸腔中的空气被瞬间挤压殆尽，肺部像被压扁一般，她连尖叫的机会都没有。她的双臂被死死压在身体两侧，骨骼在挤压下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，任何挣扎都毫无意义。紧接着，那些原本就令人窒息的缠绕开始进一步收缩，一圈又一圈，越来越紧，仿佛整片世界都在缓缓合拢，将法丽塔彻底碾碎。蟒蛇的蛇身一圈一圈地持续收缩，仿佛一台冷酷而精准的绞刑装置，每一次肌肉的收紧都伴随着更深一分的嵌入。他的牙齿牢牢咬合，越陷越深，硬生生将他的脸颊从骨骼上撕扯下来。
皮肉与骨头被强行分离，紧随其后的是他胸腔内部传来的连锁崩塌，肋骨一根接一根的断裂，清脆而短促的碎裂声在体内回荡，宛如爆竹被接连点燃。塌陷的骨头被挤压进肺部，刺破、撕裂，空气在瞬间被彻底掐断。随着压力不断累积，他的眼球开始不受控制地向外突出，视野在极度挤压中迅速模糊变形。他的骨盆被恐怖的力量死死压合，骨与骨之间剧烈摩擦，震动顺着脊椎一路向上，贯穿全身。那是一种远远超出人类承受极限的痛楚，强烈到连恐惧都来不及成型。法丽塔很可能在这场无法逃脱的折磨中，因剧痛与缺氧而迅速失去意识。通过遍布全身、极度敏感的鳞片，蟒蛇清晰地感知到了猎物的变化。那原本急促而混乱的心跳正在一点点减弱，直至彻底停滞。确认生命迹象消失后，他将獠牙从他的头部抽离，但只停留了极其短暂的一瞬。那不是仁慈，而是本能。为了接下来的动作，他让自己的下颌脱臼，缓缓张开到一个违背直觉的角度。随后，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阶段开始了。他以近乎残忍的耐心，启动了那极其缓慢的吞噬过程。一寸又一寸将他的身体推进自己体内，时间在这一刻变得异常漫长，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。等一切结束后，他本应原地盘复不动，进入漫长的消化阶段。此时他的腹部已经被撑得极度膨胀，轮廓清晰可见，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。任何一次过度用力都可能让他不受控制的反胃，将这顿来之不易也是唯一的一餐吐出。然而下班高峰突然出现的脚步声、车辆声与人类活动的嘈杂，打破了原本属于丛林的死寂。受到惊扰的蟒蛇无法久留，只能拖着那具沉重而鼓胀的身体，缓慢而笨拙地滑行，最终隐没进更深处的树林与阴影之中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只留下空荡荡的路边和再也等不到归人的家。与此同时，法丽塔的丈夫开始感到不安。无论他和朋友聊得多么开心，他从来不会晚到错过晚饭或陪孩子们睡觉的时间。当太阳开始下山，他沿着妻子回家必经的路线寻找她。就在路边那块他曾坐过的岩石旁，他发现了他装种子的箱子以及他的手提包孤零零地躺在地上。他顿时心头一沉，第一反应是他可能被绑架了。他立刻联系了双方的亲戚，又挨家挨户敲门，在街道上四处询问是否有人见过他。就连那位当天与他见面的收购商，在得知他失踪后，也主动加入了搜寻行列。很快，警方介入，几乎整个小镇的人都在夜色中出来寻找他。然而，在黑暗里，人们只能用手电对树林进行粗略搜索。那条蜷缩在树桩后方的蟒蛇被完全忽略了。直到第二天清晨，天色彻底放亮，持续了一整夜却毫无结果的搜救行动才得以重新展开。空气中仍残留着湿热与不安，人们带着疲惫与隐约的恐惧，再次走进那片前一晚因过于昏暗而无法彻底搜查的区域。一群大学生自发加入了行动，他们深入住宅区边缘那片草木疯长、几乎与丛林无异的荒地，这里藤蔓纠缠，草叶没息，夜间任何搜索都几乎等同于盲行。没过多久，其中一人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就在不远处的地面上，那条巨蟒静静地盘踞着，在白天的光线下，他已无法再隐藏自己。阳光照亮了他庞大的身躯，也照亮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。他的腹部异常隆起，形状怪异而不自然，像是被强行撑开的皮囊，轮廓清晰的令人心头发紧。只需看一眼，在场的所有人便立刻明白了过来，他吞下的绝不只是动物。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，没人再多说一句话。大学生们迅速后退，有人强忍着呕吐的冲动拨通了电话，第一时间通知了警方与相关部门。不久后，几名男子与警方赶到现场，在简单查看情况并低声商议后，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当场剖开蟒蛇的腹部，并且暂时不通知法丽塔的丈夫任何发现。如果这条蛇只是吞食了一头猪或是其他大型动物，那么提前告知家属只会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与希望，而在结果尚未确认之前，他们不愿让任何人承受那种可能到来的无法承受的打击。事实证明，这个决定是正确的。如果当时他的家人出现在现场，亲眼目睹接下来的一切，那种画面足以成为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噩梦。因为一旦家人赶到现场，看到那具浑身覆盖着粘液、仍然穿着鞋子和衣服的遗体，看到他半张脸被撕裂殆尽的惨状，他们根本不可能承受这样的精神创伤，也无法从中恢复。这起事件唯一能带来的安慰，或许只是这头危险的动物再也不会威胁到其他人了。可这依然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：
这样的情况究竟该如何防范？这不是熊，也不是老虎，无法通过清晰的足迹追踪，它们贴近地面行动，几乎无法被提前发现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第一起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起。而现在，人们唯一能做的，只有等待时间揭晓，还有多少印度尼西亚人将迎来他们那令人胆寒的最终折磨。